第12课，物理定律与神迹，矛盾或延伸。有一天，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在大学的演讲中被问到：你相信耶稣行过水面，喂饱5000人，还从死里复活吗？他没有马上回答，反而问回去：你觉得物理定律是设计好的，还是偶然的？全场一片寂静。这个问题乍看之下像是转移话题，其实是直指核心。我们对自然律的理解是否本来就有盲点？我们活在一个对科学极度遵从的时代，人类登月、量子电脑、人工智慧核融合，科学每天都在创造神迹。那么圣经里的神迹是对抗自然，还是揭示了人类尚未理解的更高秩序？当科学变成新的信仰。今天的我们对科技几乎无条件的信任，手机能导航，医疗能延寿，气象预报能告诉你下周是否需要带伞。于是当一个人说我相信耶稣让死人复活，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不科学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们对不科学的反感究竟是基于理性，还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只有看到才相信的科学训练？让我们换个角度问，如果某件事违反了现今已知的自然律，那它一定是假，还是可能揭示出我们的知识其实还有极限？2. 物理定律真的不能被打破吗？牛顿3大运动定律、能量守恒、热力学第2定律，这些定律让我们可以建造桥梁、发射火箭、制造电力，但这些自然律本身并不是万古不变的。牛顿的经典力学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下需要修正，而量子力学的出现又颠覆了我们对因果律的直觉。科学历史正是一部不断挑战旧有理解的历史。物理定律不是绝对的障碍，而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秩序。那么，如果神是一切自然律的设计者，他能不能在特定的时刻，以高于我们理解的方式，暂时改变某些条件？就像程式设计师可以进入系统后台，插入一段指令，完成某个特别的效果，不是破坏系统，而是创造性的运用系统。3. 五饼鳄鱼，奇迹还是剧本外的逻辑？耶稣曾经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5000人，这件事从科学角度几乎是不可能。于是有些人开始合理化这个神迹，例如是不是其实大家都有带便当，只是彼此不好意思拿出来，看到这小孩先拿了，大家才一起分享，气氛就温馨了。还是其实饼很大，鱼很长？但这些诠释其实都错失了重点。耶稣行神迹不是为了表演魔术，也不是为了骗人相信他的神性，而是在特定时刻、特定需要下展现神国的超自然力量。2. 指向一个更大的真理，它就是生命的粮。神迹不是为了震撼你的眼球，而是为了打开你的心。4. 违反自然还是超越自然？有趣的是，在历史上，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同时相信神迹的可能性，例如牛顿、开普勒、法拉第、麦克斯韦等人。他们都相信自然律是神设立的秩序，
而神有能力在这秩序中自由地行动。神迹不是违反自然，而是超自然，就像一张五线谱上的乐曲，有固定的音符与节奏，但作曲家仍然可以加入一段即兴，让音乐有惊喜、有转折、有神来之笔。神迹就像这样的即兴乐章，不是破坏原本的曲调，而是提升了我们对整体乐章的理解与感动。5. 我们的知识真的知道全部吗？你知道吗？即使是今天的科学，对宇宙的了解也远远不到100%。根据 NASA 与哈勃望远镜的研究，可观测宇宙中95%的物质与能量组成，我们完全搞不懂，这就是所谓的暗物质与暗能量。想象一下，我们活在一个只理解5%的宇宙中，却用这5%的知识去判定神迹不可能。这就像一个只学会1+1=2的小孩，坚决不相信微积分是存在的，因为那太超过他的理解了。当我们用有限的理解否定无限的神，我们不是变得理性，反而是陷入另一种形而上的骄傲。6. 复活的神迹最关键的挑战。说到神迹，最让人理性崩溃的，莫过于耶稣的复活。死人怎么可能3天后复活？这不是还没死透，也不是假装死亡，而是连罗马兵丁都确定他死了。门徒亲眼看见他的钉痕，与他一起吃饭的那种复活。这件事要么是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，要么就是上帝真的突破了死亡这道墙，而这道墙恰恰是人类最无力面对的科学极限。如果死亡都能被超越，那么我们所相信的自然律是否应该被重新定义？7. 那你信吗？问题不是这合不合理，而是你能接受自己不是全知的吗？你愿意打开心，容许神用你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做事吗？正如美国哲学家艾尔文·普兰廷加所说，如果神存在，那么他创造宇宙，设立自然律，也能在特定时刻暂时介入，并不是什么不合理的事。信仰不是理性的敌人，而是理性的延伸，是当理性到达边界时，依然敢向前一步的勇气。结语：神迹不是终点，是邀请。神迹从来不是让你说哇好厉害就结束，而是让你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要怎么回应这位行神迹的神？无论你此刻是否相信，神迹存在的目的不是要你立刻拥抱一套宗教仪式，而是邀请你进入一段被爱、被救赎、被翻转的旅程。它曾在历史中出现，也愿意在你的人生里出手。